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如果你对跨境电商感兴趣，那肯定听过很多无货源模式吧？这个呢，不只是咱们国内，像比如说淘宝无货源、抖音无货源，那这些大家呢应该都有所耳闻。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跨境无货源电商的模式啊。毕竟国内的竞争呢，现在已经非常的激烈了。所以呢，咱们就看一看这个跨境电商。那么跨境电商现在加入呢，还有没有机会？这里你知道吗？到2024年，全球无货源的市场呢，价值呢年增长都超过了24%。这个呢，就像一列火车啊，正在全速的前进，根本就停不下来。要是你看了这个视频，我也猜你肯定也是想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从头到尾的来聊一聊，怎么样做这个无货源跨境电商，怎么开始，选哪个平台，要注意些什么啊？怎么设定利润？怎么测试订单？怎么选供应商？怎么处理订单？怎么发货？那么这些呢，通通都会讲到，甚至呢，我还会告诉你10个最适合做无货源跨境电商的品类。总之呢，只要和无货源有关的内容呢，这个视频呢都会涵盖。Hello， 大家好，欢迎朋友来到我的跨境电商平台。如果你也对做跨境电商感兴趣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啊。那么我的前面一期视频呢，给大家讲了跨境电商独立站的一个搭建哈，非常详细的5个小时，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会把相关的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和这个右上角啊，大家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大家可以暂停视频呢啊，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啊，这个无货源模式是什么情况。其实这个无货源模式呢已经出来很多年了。比如说国内的阿里巴巴，那都是已经很早以前了。那么这个无货源跨境电商要怎么开始呢？简单来说呢，就是你需要通过第三方供应商，那他们呢负责帮你库存、仓储、发货。对于想创业、想做跨境电商的朋友来说，无货源跨境电商模式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特别是一些新手小白，你没有一个加工厂啊，你也没有货源，这个就可以考虑这样一种模式，因为你也不需要囤货，不需要负责仓储，这些呢完全都可以交给第三方平台来操作，那么你只需要运营好你的商店就可以了。那稍后呢，我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市面上比较好的可以帮你一件代发的平台。那有了这种第三方的供应商，你只需要负责品牌管理、营销和客服服务，而供应商呢，他会处理所有占地方和繁琐的一些物流服务物流事务。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那这里呢，我就接着往下讲。那首先呢，你需要给你的店铺呢起个名字需要买个域名，比如说就像我的这个频道，那这个上面呢，它就是我的一个域名在最顶上这里就是我的一个域名比如说像郁金香跨境电商，你可以来用你的这个域名来建立你的网站，建立你的独立站。那么这个网站呢，完全是由你来控制。接下来呢，就是找供应商，设定利润率，设计品牌，搭建独立站了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来给大家拆解。那么首先你需要选择你要做的分类你想做哪个领域的。比如说电商领域的分类非常多比如说男装、女装、家居用品、手机、手机壳、玩具、母婴用品等等。如果你不知道从哪里入手，那么无货源的一个简单开始方式呢，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你可以从一些热门市场里先列出一份产品清单，那些在无货源模式中比较畅销的产品，那通常都是需求大但市场竞争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产品。当然这个说起来大家都觉得很简单，但做起来呢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这个难度呢就在于就是怎么样能找到一个好卖的产品。怎么能找到一个好卖的产品？你只要有了一个爆款产品，那么你的独立站做起来就不难。这就是为什么要找到一个好卖的产品需要大量的一些市场调研和一系列的测试了。这里呢，我就来浅浅的给大家谈一下给大家讲一下我个人觉得10个比较好的品类比较适合做无货源跨境电商的产品。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要易运输你不能太大，对不对？太大的话，那你这个东西运输就很费劲。
还不能是一个易碎品。那比如说玻璃啊，一些什么啊，稍微在运输的时候直接就碎掉了，那这种呢也是很麻烦的。那么这里呢，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产品呢，与家居卧室的一个用品。那你这里可以跟我一样，在这个速卖通里面来搜索，比如说家居。那家居里面呢，还有很多，在这个后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热门商品，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用品呢可以选择。因为现在呢，在网上买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大多数都是女性。那么女性呢，其实是电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消费群体你可以在这里面呢，比如说这个里面呢，当然还有一些没有搜索出来还有一些什么窗帘、枕头、床单等这些呢都是比较轻盈的一些跟家居生活相关的一些产品。因为这些商品比如说像这些枕头像这些床单之类的呢，被套这些比较轻便它方便运输价格也非常便宜。对于新手开店呢，比较容易出单。这里大家可以和我一样去注册一个速卖通。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婴儿的一些用品。那么有相关的数据呢，表示每天呢有非常多的新生宝宝出生。那这个行业呢，相对来说呢，它是比较稳定的，也是比较长远的。比如说一些奶瓶磨牙棒、儿童座椅、儿童服装等等那这个市场真的非常的大。但是呢，有一点呢，我们在选择儿童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控好质量。大家都知道宝宝是非常珍贵的如果说它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说衣服孩子穿了起疹子，或者说什么过敏之类的，那这些呢会对你的店铺呢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父母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差评，那么你的差评就会满天飞所以呢，这个质量呢我们相对一定要把控好。这里呢，大家可以多去找几家来评分，进行一个对比看一下一些买家秀再来做出一个选择。甚至呢，你还可以呢邮寄一个，自己可以先看一下产品的一个质量对质量呢进行一个把关再可以跟这个商家呢再进行一个长远的合作。那么第三类呢，比较好的一个细分领域那就是这个环保产品。当然这里呢，我都是我的一个个人见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现在的人们呢越来越注重一个环保所以这类的产品呢，它就非常的容易推广。因为消费者总是需要买到一些不会污染环境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可以看到这个牙刷是木头的，这种清洁布，还有环保这个放尿片的垃圾袋。因为这些环保的产品呢，现在是比较受欢迎的，并且呢可以看到它的价格呢也不是很贵。那么下一个呢，我觉得比较好做的呢，可能就是这个手机配件了。比如说一些小的挂饰、手机壳，那还有摆放手机的一个支架，还包括一些数据线充电器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手机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每个人每天必须接触的就是一个手机所以对手机的配件呢，也是需求量呢也是越来越大。那么手机配件呢，是一个接近350亿美元的一个产业，而且这个产业越来越大。另外呢，现在有很多人用手机看直播用手机拍视频，那也会出现这种手机的支架。那么手机配件呢，它还提供了很多可以捆绑销售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卖手机壳的时候呢，你还可以搭配一些拍摄套装比如说补光灯、蓝牙、麦克风、三脚架等等。所以呢搭配的销售的产品呢也很多。有时候你在做电商的时候呢，如果你单卖一个手机壳，可能挣不到多少钱。但如果你能搭配一些东西，比如说专门做一个为这个直播人士准备的一个摄影套装，那他们就可以消费一系列的产品了。那么下一个呢，比较大的一个产业呢，一个汽车配件相关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对手机的依赖一样，现在每个人可能都有一台自己的车，那车上的一些装饰品、汽车保养等都会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汽车空气清新剂车内遮阳板、脚垫、方向盘套、汽车手机支架等。那市场呢也非常的大。因为咱们做的是跨境电商这里呢，所以我分享的这些呢都是必须满足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就是一个方便运输不管你卖啥，你要做无货源的话，首先一个就是要方便运输。就像这些小东西它是真的是非常的受欢迎，并且需求量是非常的大。那么下一个呢，
就是厨房的一些工具厨房的用品，它与家居的装饰品呢有点相似而且现在乱七八糟的这些产品特别的多厨房里面的工具真的是五花八门。比如说可以看到这里呢还有切这个专门拿来切洋葱的西红柿的那还有一些什么榨汁机还有迷你的一些果汁机，到一些饮水机水龙头这种转接比如说菜板锅铲这些包括这种拿来空气炸锅里面炸的这些电的这些盒子非常的多，还有这种洗菜的漏勺那么没有做不出来的，只有你想不到的真的这些工具确实是太多了。这里大家可以自行来看一下，这个厨房里面的用品需求量也非常大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因为每天大家都跟吃挂钩一日三餐，你很多时间可能都在厨房里面所以很多人他家里面厨房里面要备很多的东西，那有新品出来的时候他要买新品回家。那么下一个增长量非常大的一个产品，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吧，那就是一个宠物用品。因为现在人们的生活压力其实是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并且现在结婚的年龄呢也越来越大，结婚呢也越来越晚。那有很多人呢他可能需要一个宠物的陪伴，猫狗或者说有的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现在很多家庭呢可能都会养一些宠物，那么这就会导致宠物用品的市场每年都在逐步上升。如果你不是养宠物的人，但你是喜欢猫猫狗狗的人，你每个月都会在他们身上花不少钱。比如说宠物的，可以看这宠物的一个牵引绳还有宠物的一些零食、宠物玩具，还有宠物的这个家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其实可以通过销售一些可重复购买的一个必需品比如说猫砂、猫粮、屎袋等这样其实会培养一大批的一个回头客。那你的回头客越多，店铺里的产品呢再稍微的丰富一点，那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循环。这个市场真的还是非常的大。那最后一个呢，真的不用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那就是一个服装，正确来说呢是女装。大家都知道女性购物女性她是不理性的一种消费她一上网她就要买东西特别是女人都爱买衣服。那因为衣服大家都知道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在淘汰，可能你去年买的衣服今年它就已经过时了你今年还需要重新买衣服，它更新换代特别的快。因为现在这个时尚的产业它真的不断的在进行一个演变这个呢也是一个价值数万亿的一个经典行业比如说外套T 恤休闲运动装甚至是鞋子等等，还有包，这些都包含在内，大家都会一直不停的买。那么什么钱最好吃嘛说的就是赚女人的钱是最好赚的，随便降个价随便搞个活动，都有一大批的女人就要去买。当然它的一个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的就关键看你会不会选到一个好的品。这些呢给大家的一些建议从哪些分类里面，从哪些类目里面呢去选择一个机会。接下来我还会教大家，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逐步的去选品，你需要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单品，我们来看效果。第二步的话，我们就是要选择我们的供应商，大家也不要着急那么我会告诉大家在哪里选择比较好的供应商。那么在选择这个供应商之前呢，必须要给大家选定一个标准，你不能说是我在速卖通里面随便看到一个供应商我就随便选，我就来销售他的东西，那么这样是不可行的那怎样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件代发的供应商，以及在哪里找到他们？如果你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呢，你是很容易找到一些质量差并且要求你的进货数量大的一些供应商那里浪费非常多的钱你要去测试产品失败。如果说你测试产品失败的话，那你可能做这个跨境电商往往也会失去信心。很多人其实都是吃过这些亏，上过这些当的最后也失去了信心了，最后就选择放弃。但是这里呢，我也会告诉大家你不用担心，那么我会给你一些建议，那尽量呢帮你避开这些坑。那
那以下呢是我们选择供应商呢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第一个的话，我们要注意的点就是发货要快。那这里我点进来一个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们在网上买一个东西，肯定是希望越快收到越好，在美国也是一样啊。那你至少需要保证它3到5天之内呢，可以把你的产品呢送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上。即便是你是一个人在运作的小团队，那你的生意的话，仍然是需要比如说那些亚马逊啊，还有那些大电商啊，他们可以保证次日送达的大型销售平台进行竞争所以说发货的速度呢是一个关键。那这里你可以看到找到一个商品你打开之后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交货时间是3天13日到16日，是3天的一个时间。正常情况下3天左右一般的消费者还是可以接受的。那第二个的话，那我们的进货成本也要低。你可以看到有些商品呢，它的进货价就非常的贵你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一个利润率。这一点的话，等一下会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所以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的产品要具有一个性价比。第3点呢，就是质量的一个把控。那前面一点说的了，一定要价格要低，那么成本要低，同时呢要进行一个质量的把控与你合作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供应商呢，那必须是持续的一个质量把控。它的商品呢质量呢你是不用担心的。那如果说你的商品质量不达标，那你的店铺肯定会收到许多的差评，退货率也会大大的上升因为我们做的本身就是一件代发你在顾客收到货之前呢，其实很多商品你自己都没有看到过，因为我们是直接从这边供应商那里直接就发货了。所以说呢，你一定要保证他们有严格的一个质量控制的一个措施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你在速卖通上面找了一些商品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首页这里商品的首页这里有一个评分，它的总体评分呢是 4.8。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已经销售出去的是102，那它的评论呢现在呢有12条你可以把鼠标往下拉这里你可以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评论怎么样可以看一下它里面评论的一些内容，这些其实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呢去研究一下这个呢是急不来的大家要花时间。有些可能是刷单的呢大家可以看一眼，其实刷单的那种明显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它的评分是 4.7， 还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可以看到它有几十条的一个评论。那么第4点呢，需要你也和你的供应商呢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沟通。可能一旦合作了之后呢，你们随时可能都需要沟通。比如说遇到一些订单的情况比如说订单中途丢了，或者说发错货了或者说还有一些什么紧急情况需要立马发货的，需要紧急发货的这些等等这些信息，那你都需要联系到这里的一个供应商。那么这个呢，我们就需要尽快的得到回复你不能说是等个3-5天1个星期他们才回复你，那样的话你后期做起来售后会非常的吃力，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进行一个对接。还有一点的话，我们销售产品，如果说批发商他也在销售这个价格，如果说他的零售价和我们的批发价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零售，你就没有任何的优势。那么他的零售价和你的批发价一样，你认为你还有什么优势呢？所以大家建议呢，只选择那种，也就是说它不是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它就是一个提供一个批发给这些电商的它不直接销售。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比如说大家在看这些商品的时候，它的价格呢异常的低，比如说像这个 0.99， 并不是说非常低的商品呢它就一定这种叫异常的低说它低的不正常。那这种商品的话大家也要注意，如果你看到一个这样的商品远远低于市场的其他产品的一个价格产品都是一样的，但它的异常低，那你一定要多去比较一下不要急着就直接给他们一起合作。总之要确保呢你选择的供应商呢它是合法有竞争力的，沟通比较顺畅产品的质量有所保证，那这样我们才能放心的给他们进行一个合作。那说了这么多呢，像这样的一些商家，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呢我们怎样才能找到这些比较理想的供应商呢？那这种比较理想的供应商呢，
如果说你对这个一件代发、对无货源跨境电商有所了解，那相信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阿里巴巴。这个阿里巴巴呢，其实在国内外啊，在国内呢它叫阿里巴巴，在国外的话就叫速卖通。刚才呢给大家显示最多的速卖通上面的一些商品。那这个里面呢，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供货商。那你这里呢，你也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浏览。它这个里面呢是来自全世界，它有成千上万的一个产品。但是呢，这里面呢它有一个缺点啊，有一个弊端啊，就是有些商品呢可能它的运输时间会比较长，有的可能需要10天到20天，有的甚至1个月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呢，你最好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运输时间。那么这个运输时间呢，我们在右上角在这里呢就能看到它的一个运输时间啊，你可以看清楚啊。比如说你要运到美国，那比如说今天是多少号，运到美国大概是多少号啊？差不多。如果说要的时间比较久的话，你就可以再重新去找一下。那这里面其实有的商家呢，他可能在美国也有仓库啊，所以说它的速度呢就会相对来说就会快一些。但是不能保证每一个商家啊，在美国本土或者说在当地的其他国家地区呢有仓库，有的快有的慢哈，大家这个需要花点时间去选。如果说我们选了一些商品啊，选好之后呢，这里我们就可以和供货商呢好好的去进行一个沟通，就可以把这个商品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可以一键呢把它上架到你的一个店铺里面。其实上架产品呢也非常的简单现在啊，也不需要你把这下面里面的这些图片给它储存下来，一张一张的去上传啊，这样的话就太麻烦了。那市面上的话有一种工具叫 DS， 这儿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哈，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或者评论区找到。通过这个工具呢，直接把这个速卖通上面的商品呢给它一键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里面去，非常的方便啊，根本就不需要你自己动手。那这里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打开视频描述栏的链接来去注册一个DES 的一个账号，连接到你的一个 Shopify 店铺呢就可以一键呢帮你把这个产品导过去了。那这里导过去之后呢，如果有人在你的店铺下了单，那么系统的话就会自动，但是这个自动大家可以先设置一下设置好了之后呢，它会当有人在 Shopify 里面下单呢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去这个速卖通上面去下单直接它会把这个商品呢发送到顾客的手里面，整个流程其实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哈。那除了这个速卖通呢，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一件代发的一些网站，这个呢就是一个世界品牌。那这个品牌的话，它就会有相当严格的一个准则来确保它的质量呢是一个高质量的。那这个里面它的里面的一些批发商呢，都是高质量的一些批发商它才能进入到这个平台里面来。它里面的产品你可以看到已经超过了16000种，但是比起这个速卖通上面它的产品呢还是比较少，稍微少了那么一点哈。这里呢给大家讲这个平台呢，让大家呢有一个多的一个选择。总之呢，这两个平台呢其实都有很多的批发商，那提供各种不同的一些商品，提供各种不同的产品领域。速卖通上面呢，它是已经超过了上亿的一些商品。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工具 DES。 那它不光是可以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Shopify 店铺，还可以连接到可以往下拉看一下，它还可以连接到比如说 WooCommerce Wise 等等很多平台，那它都可以帮我们把这个速卖通上面的产品一键给导过去。那它呢还可以提供比如说批量下单自动同步我们的一个订单状况自动更新物流的一个追踪。我们的物流呢也是可以帮你高效的管理订单它这个里面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平台呢，那这里呢还有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叫做人作铺之前呢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了解一下之前的小鱼儿有出过人作铺加 Shopify， 人作铺可以直接一键导货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这个呢是非常详细的一个教程有感兴趣的伙伴都可以去看一下。人作铺的话，它的发货速度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它可能在欧美国家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仓库，所以如果说是美国的，如果你的客户群体主要是在美国，人作铺这个平台呢就非常的适合你。但是它里面的产品呢也是稍微少了一点它只有几百万的一个商品。那么它的这个平台呢现在呢已经超过了300万的一个卖家
每年的话也是有超过1个亿的一个订单，目前的是超过100多万的一个商品。那其实这个平台啊，它的发展还是很快的。关注它的朋友都知道，其实去年呢，它都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大啊，发展非常的神速。那么这里呢，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研究一下，因为它的发货速度啊，美国速度的话，可能也就是2-3天、3-4天，速度算是相对于比较快的。虽然说产品少一点啊，但有可能它的产品的单价会稍微会高一点啊，这个主要是因为人家速度快，对不对？高那么一点呢，也是可以接受的。这里呢，你可以来到这个平台，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直接啊。去进行一个试用哈，去进行一个登录啊，这里相关链接呢我会放在视频下方，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暂停一下啊，打开链接呢可以进来了解一下。那么它里面的话是有很多高端的一些产品和品牌，你也可以到这个里面啊去找一些相应的一些供应商。还有这个平台叫 Milost， 那如果说你想买一些贵的产品，一些高端的产品，那你们可以到这个平台里面来看一下。可以到这里面来去找一些对应的找到它的一些供应商，它也是可以看到，可以连接到 Shopify。还有这个平台叫 Dropship 啊，这里提到的所有的平台的工具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暂停呢来进行一个注册或者登录进来你可以进来进行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么这个网站呢，它也是可以帮你提供一件代发，而且它还可以帮我们进行产品的一个研究，它里面的话也是有数百万的一个产品，那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库，它还可以帮我们进行竞争对手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分析销售的一个跟踪等等。那么你也可以把它上面的产品呢直接一键铺货到你的一个 Shopify 商店，还有一些比如说亚马逊这些都可以。总之其实平台呢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我们在做这个跨境电商的当中呢，有的平台的话肯定我们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这个阿里巴巴。这里呢还有一个平台，它的这个里面呢商品比较少可以看到只有9万多种，商品它呢主要可以看到主要是面向欧洲、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美国。如果说你做的是这几个国家的话，那你也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网站但是呢只是说它的产品数量相对于说少一点它也是可以直接铺货到我们的一个 Shopify 商店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阿里巴巴就这种它呢是属于一个 B2B 的一个平台，那它这个里面要求的量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直接在这个上面来找商家来帮你生产产品，那如果说你是新手的话，可能不太适合你，只有等你做大做强的时候需要大量生产的时候，你可以来这个阿里巴巴上面来找到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些厂家。所以说这个 Shopify 店铺的它的一个定价就是你的产品的一个销售的一个价格，一般的情况那我们的成本呢是3到5倍左右。所以如果说一件商品它的成本是$10，那么现实中呢，那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价格，那你应该在这个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像我一样在这里安装一个中英文翻译沉浸式翻译，你可以到这里来计算你的一个利润。所以如果一件商品成本是$10，那如果说你想要卖一个什么理想的价格，你就应该在这个零售里面那你至少要卖到个$30到$50，那卖的越高呢，那你获得的这个利润呢就越高，那这样的话你才能覆盖一个开支，并且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要计算你的一个利润率，我们就要用这个毛利润除以净收入再乘以一个100。那么这个呢，它是我们的，比如说是我们的毛利润除以我们的一个净收入，这里计算一个利润，可以看到你的销售价格呢就必须要达到320，那么你的利润率呢就是120毛利润呢是37.5%。那这里呢，不过我们在这个计算之前的话，你必须要知道你的产品的一个成本，还有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比如说营销费用这个所谓的营销费用你可能会做一些市场的推广你的广告费这些呢都要计算到你的一个利润率我们常规的一个成本呢，比如说广告费、运费、税费，还有什么你的人工、物力房租、水电这些等等员工的一些开支、工资。比如说你这个月花了$1000在这个广告上面，你获得了200笔的一个销售，那每次销售的广告成本的话，它大概就是在$5，那这个呢会影响到你的利润。另外的话，我们还需要计算平台使用的一个成本，比如说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独立站啊，这里点进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收费情况。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Shopify 它是你可以按月费啊，可以按月付也可以按年付。那么按月付的话它就贵一点，按年付的话就要优惠一点。它的最低的一个每个月的一个费用呢是29美元，每成交一笔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费用是2.9%每一单呢它要提取一个2.9%的一个交易手续费。那这些成本的话你需要计算进来。这可以看到它有几个套餐，那它几个套餐呢唯一不同的一个区别那就在于套餐越高它的手续费越低。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呢是2.7，那么这个呢就是2.5。你交的这个月租交的越高的话，那么你的手续费呢就会越低。总之呢就是你的利润率在公司的所有的一些扣除所有的开支以后，那赚取的利润的百分比，如果说你有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利润数值以后呢，那接下来你就可以撸起袖子就开始干你再搭建一个你的一个 Shopify 独立站，那么马上呢就可以来进行一个开店。那这个呢就是我们 Shopify 的一个官网，这里相关的链接呢我都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和评论区当然这里呢这个呢 Shopify 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暂停一下，去打开视频下方，打开这个 Shopify 来去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注册注册好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可以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试用这里可以免费试用3天，首月第1个月呢只需要1美元，相当于呢后面1个月呢你只需要3天过后你只需要出1美元，那再往后第2个月呢那就是刚才的这个价格。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开始免费试用，建议大家一定来尝试一下1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只需要花几块钱，大家好好的来体验一下这个平台。但注册的话你可以用你的邮箱账号来进行一个注册这里就输入我们的一个邮箱，进来之后呢设置一下你的密码把下面的这个验证呢给它勾选一下，把这个下面这里勾选一下。那么这里你用你的邮箱注册之后呢，他问你是不是需要密码设置好之后呢，他问你是不是需要2步验证你可以点击先跳过，以后有空的时候你再来设置一下2步验证。开店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看到马上的话他就会问你一些问题来给你搭建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跨境电商独立站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他会问你一些问题你计划在何处开展销售比如说我们这里有网站或者博客，你就点这个，在线商店也可以直接勾选这个，点击下一步他问你已经开始了还是没有开始，那么我们还没有开始就点这个。问你计划销售什么产品，那么这里呢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要代发产品由第三方采购发货，我们就选这个，点击一个开始体验。这个时候呢他会问我们选择使用哪一个套餐，我们知道前3天呢都是3天免费使用，可以看到每一个套餐都可以使用免费3天，后面的1个月呢只需要1美刀每一个套餐。第一个呢是适合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的一个创业者，第2个适合一个小团队，第3个呢是大规模的这种一般情况我建议大家使用第1种就可以了。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先跳过，接下来呢他就在帮我们创建我们的网站，这里可以随便选一下或者直接跳过都没有问题。现在3天是不会收费的3天过后呢他就会要收取1美元。那这是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分享跨境电商大家对跨境电商感兴趣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如果说你想要申请美国公司呢，或者是申请一些什么 ENA、ATAN 呢，可以看一下我这里都有一些相关的教程如何注册这个美国公司呢，这里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教程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里稍微等待一下。OK， 那接下来我们的网站它也就已经创建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Shopify 独立站的一个后台。很多朋友进来可能你这里呢是英文，那这里英文不要紧，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我的商店，点进来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管理账户，这儿确认一下验证一下。这个时候它就会带我们来到这个设置的页面，你可以鼠标往下拉这里的姓氏、你的邮箱这些你的电话号码再往下拉，这里我们后台的一个语言可以看到首选语言。那首先这个语言呢是你登录 Shopify 后台看到的语言它不会影响到你的在线商店向客户显示的语言这里鼠标往左边来往右边这里有个语言，这里可以找一下这里面主流国家的一些语言都有。
我们这里就选一个简体中文，选好之后呢，就直接点一个保存就可以了。接下来呢，你的界面呢就会完全变成一个中文。你喜欢哪个语言你看英文比较熟悉，你也可以看英文。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店铺呢起一个名字你开店的话肯定需要有一个店名我们找到这里有个在线商店，鼠标往下拉，左侧这里呢有一个偏好设置，我们这里点击进来，在这里就有一个主页标题比如说我这里叫小鱼儿我就输个小鱼儿，那你的品牌名称就打到这个主题标题这里。那下面呢是一个原描述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介绍你可以填在这个下面。那么不会的朋友，比如说你做的是什么类目，你销售的是什么产品，那你可以来问一下 GPT 这儿我会经常使用到的是一个 GPT 的一个升级版本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你也可以去，没有账号的朋友呢可以去便宜合租一个在这里，比如说我做的是女装，帮我写一个关于女装的品牌介绍，简短一点，直接让 GPT 帮我们写就可以。那么这里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过来把它写在你的这个原描述的这里。你下面如果说有一些社交图片这里你也可以添加进来。弄好之后呢，下面有个保存，鼠标往下拉，这里把它保存一下。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在线商店这里有个眼睛可以看到查看你的在线商店，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个查看。现在呢，它默认的我们的商店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上传任何的产品现在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空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到后台，这里呢有一个产品你可以点击来上传产品添加产品，导入产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用到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 APP， 比如说这个 DAS可以一键把这个速卖通里面的商品呢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 或者说呢直接用这个 Raindrop 也是可以的它也可以一键帮我把产品呢导入到我们的 Shopify 商店，直接连接就可以了，非常的快完全都不用我们费什么神直接导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看到我们的在线商店呢，它目前为止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呢都是系统默认的这里呢模板呢大家也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些常用的模板，这几款模板呢它是都是一个免费版本。大家都知道模板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网页的一个首页首页呢非常的重要。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对我们的店铺进行一个装修，那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自定义，里面每一个区块可以看到这里都可以选择，这里可以编辑你可以在这里面来添加图片，添加产品进行一个装修。那么如何装修我们的 Shopify 商店呢？那之前的小鱼儿呢也有给大家出过一期视频，这里我的这一期视频独立站的一个教程，那这里呢我也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大家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来看一下，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注册一个我们店铺的域名，那鼠标往下拉，回到我们的后台找到左下角的这个设置，因为这个默认域名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 Shopify 独立站的一个默认域名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它这个是一个2级域名，鼠标往最顶上看这个域名非常的不专业完全没有我们品牌的一个特色在里面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域名就是用我们的品牌来取的所以这个呢域名呢我们要重新自己去买一个。那么我们找到这个设置，我们需要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域名，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域名的一个选项，这里呢你要不可以从这个 Shopify 里面购买一个新的域名，或者说你之前其他平台有域名呢，你也可以点击来把这个域名连接过来。我呢也有域名我的域名呢是在这个 Hostinger 这个网站买的。这里如果说你买一个虚拟主机服务器的话它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如果说你要搭建网站的话，那你在这个 Shopify 里面用这个独立站来建也可以当然了，你也可以使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站可以购买一个服务器来专门来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独立站。那么这个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你买服务器买域名的话都是性价比非常的高非常的便宜。那么这里我之前呢有搭建一个用 WordPress 搭建一个网站，非常详细的一个相关教程就是新手手把手的教你怎么样搭建一个网站。这里呢我会把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
感兴趣的伙伴呢，也可以去看一下，你可以来看看自己搭建网站怎么样建。如果说你需要买服务器或者域名呢，你可以来这个网站看一下，我会把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暂停一下去打开来看一下。我们就是要确保我们的网站有能力在顾客下单的时候，它自动的帮我们去进行一个打单发货。真作铺呢，它其实可以直接帮你一件代发的直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采购商品，来进行自动的一个导入到直接把商品直接导入到你的这个 Shopify 商店里面，不需要你每次手动的去操作大家都知道，以前的话你还可能需要手动去拍摄照片，再修片，再把这些图片上传进来，是相当的麻烦。现在有了这些一系列的这些平台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这些系统呢都已经搭好了，你要做的直接到这个Dash 或者说是这个人作铺的后台，把它连接到这个速卖通连接到你的 Shopify 商店就 OK 了。基本上就是用这个 Shopify 来搭建我们的网店的话，可以满足所有的这些需求当你对你的所有的布局你的装修全部都比较满意了并且上架了产品之后呢，接下来一步呢就要进行一个订单的测试。那么这个怎么进行测试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个 Shopify 的后台，我们点击左下角的这个设置，那么设置这里有一个收款，我们点一下。那么这个收款里面这里有个选择提供商，我们点一下。那进来可以看到这里呢就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呢给激活，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点三角，这我们可以把它激活。激活之后呢，它就可以在你的店铺来下单，来设置模拟整个交易的一个过程。可以看到现在跳出来了，这里有一个激活，那这我们要去把它激活它会模拟整个交易的流程。当你测试完以后呢，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停用掉这里这个地方要把它关掉，不然的话顾客下单的话就会有点问题了。所以这里我们测试完记得一定要及时的把它关掉。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呢，需要对产品进行一个 SEO 的一个优化，我们要对我们的关键词还有我们的标题进行一个 SEO 的一个优化。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关键词呢，那么让它尽可能的呢排在谷歌的前面。比如说当有人在这个谷歌里面搜索一个女装，或者搜索一个球鞋，那在这个首页的最前面呢就能排到你的一个产品让这个顾客在第一时间呢就能找到你。可以看到就像这些呢，他们就排在了最前面这个就是做好了一个 SEO 的一个优化。你的关键词布局的越好，那么你在谷歌里面呢获得的流量呢也会越多。那么做跨境电商的话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开始那开始呢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你用心去做只要你方法得当用好一些工具的话，那做起来也会慢慢的就会得心应手。前面这里呢郁金香呢也给大家讲过一期视频一个做跨境电商独立站的一个详细教程。那么这个视频呢4小时50分非常的详细，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从0到1全实操的一个教程从店铺的装修上架到后期的广告推广订单整个流程，这个视频呢都说的非常的详细，并且里面会用到哪些 APP 哪些工具的话非常的详细。想做跨境电商的朋友呢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那么想要自己搭建网站的朋友呢，你可以点击郁金香的这个首页这里有链接你可以进入到小鱼儿的一个网站建设，点击呢进入到我的这个频道。那么这里呢也有给大家搭建如何零基础的搭建一个网站。那么这个视频呢也是3个小时非常详细的一个教学从0到1的教你怎么样用 WordPress 来搭建一个网站。这里所有的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了视频的下方朋友们心动不如行动，在2025年呢就可以开启你的一个创业之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